800是統戰影片，到底統戰在哪裡？他認為只要跟大陸沾上邊的，通通叫統戰。一個導演管虎在影片裡面帶出來的中華民國的元素，都比你王定宇更高。你在嘴什麼東西啊？你身上除了你的職務叫中華民國立法委員以外，你身上有哪一點點的元素跟中華民國有關係？無恥。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800是这個大陸的一出歷史電影，是華誼兄弟公司所製作的哦。他的導演叫管虎，在大陸也是相當知名啊。800講的就是800壯士的故事啊。好，當年國軍第88師死守4行倉庫，抵禦日軍進犯，並且奮戰4日4夜，還有女童軍送旗子的故事。不過現在卻傳出軍方竟然在營區公然播放，恐怕影響軍心。他們那個單位在1月份年初就有人投訴。他們在部隊裡面播放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統戰的電影，營長為什麼要求去播一個中國的統戰電影？再怎麼樣，你要播台灣版的800壯士，我 OK 啦。你去播中華人民共和國的800，而且在軍中把官士兵集合，這不對嘛？是我的意思說，營長為什麼下這個令？這個營長的認知裡面，他本身產生一個錯誤的判斷。他自己看了這個影片裡面，看到有我們的中華民國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還有播放我們的國歌，他殊不知裡面其實是中共他統戰的一個包裝。到底在軍中播放電影這件事情有沒有違反任何應該懲處的事情？在中餐廳，我們都知道一定是在中餐廳放嘛。你在中餐廳放電影，今天這個營長他是否在操練的時間，或者是因為已經操練結束了，就是所謂的自由時間，有沒有強制自己底下的阿兵哥來強制觀賞電影？有沒有這個？我覺得這個才是要討論的地方。對，這是跟軍紀有關，這是跟管理有關，這是跟領導統御有關。國防部你們應該管的是這件事情，他是否擅自用上級的命令去強迫底下的人？無論你今天看什麼，你有沒有在這件事情上面有違紀，有沒有違反法律規定，這才是重點。對。你今天不要管他看的是《莒光園地》也好，你要看的是《大兵日記》也好，你要看的是800也好，你要看的是中華民國拍的800壯士也好，什麼時間能不能做那件事情，才是今天要討論的重點。王定宇，你真的是一個無恥的政客，國防部也是一樣，被立法委員牽着鼻子走，你們就是在打配合。今天如果你是一個有脊梁的官員，你應該要講是委員，問題不在於那個影片，問題在於什麼時間點能不能做什麼事情，有沒有剝奪阿兵哥休息時間。結果一個王定宇拋了一個球，你國防部就無恥的把那個球往下吞，這是問題的根本。第二個才要討論到的是，這部影片能不能放，它能不能被視為統戰電影？今天王定宇的論點是，但凡大陸拍的，只要前面出現龍標，只要跟大陸在上邊通通叫統戰，麻煩叫林楚茵把他的愛奇藝卸載。這不是大陸的平台也是啊。麻煩那些全部去過陸委會副主委梁文傑去過澳門的，麻煩回來給我寫懺悔書2000字。澳門現在是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你只要但凡沾上邊，都叫統戰。對，這個叫什麼？無恥政治操作。王定宇就吃飽太閒，中華民國的國民花納稅想養你這種垃圾，你國防外交委員會你沒事幹，對不對？今天在審軍購，你他媽沒事幹，挑這種事情來講。目的是什麼？挑事嘛，找國防部跟你配合演戲。這種題目事前他一定把國防部的官員叫到自己辦公室來說，我要開這一題，我要爆料這一題，你們要有態度。這是王定宇可惡的地方啊！是的，到現在了還在打抗中保台，到現在了電影這件事情，你還要跟他講說這叫統戰電影。第三個，國防部怎麼回應？他說，因為營長以為裡面出現中華民國國旗跟中華民國國歌，它就是一個主旋律，中華民國主旋律電影。對，結果誰知道其實是外面包裹了，它是一個糖衣毒藥，外面看起來是中華民國，裡面其實是統戰。我負責任的說，這就要牽扯到你用什麼視角去看這部電影。從商業的角度，從藝術的角度，我覺得拍的沒問題，沒毛病。雖然裡面有很多的藝術加工，什麼水道游過去啦，然後最後要過橋啊，然後被掃射啊，這些都不是正史。其實謝金魚是死在所謂的集中營裡面的，對啊，戰俘營啦，不能叫集中營，他是死在戰俘營，而且是被中國人自己殺掉的。我要說的是，電影本身加工藝術这件事情上面，你可以去批評他拍得好，拍得不好，你可以拍的說他拍的叫演繹，不叫正史。但是呢，只要任何跟歷史相關的電影都不可能拍得跟正史一模一樣，因為就没有人要看。哪怕之前拍的，我想你知道拿破崙那部電影有沒有演繹的部分？有。你只要拍的跟正史一模一樣，就沒有人要看。
所有的傳記電影一定會有藝術加工，不然它就不叫電影，它叫紀錄片。我要講的是，整部電影裡面有沒有出現任何一點點共產黨元素？有沒有任何一點點共產黨元素？我認為沒有，因為它是大陸拍的，所以它就有共產黨元素。我們現在給他們看，中國人還在。各位，我現在講的是主觀哦。是這部電影當時原本是2019年要上映，對。全中國大陸當時宣傳打得非常兇。我那一年看到宣傳，剛好我人在武漢。我在武漢的時候，我看到預告片，我看到所有的電影院都在掛海報，我心裡想說：哇靠，這種題材敢拍啊！連我都覺得這絕對不是中國大陸共產黨的主旋律電影。要麼新四軍，要麼八路軍，要麼平型關大捷、娘子關大捷。然後什麼泸定橋怎麼分？這個才是他們的主旋律吧？四行倉庫800壯士一直以來都是中華民國政府的主旋律電影，一直以來都是這樣啊。淞滬會戰也是我們的主旋律之一啊，雖然是慘敗，但是它都是主旋律嘛。所以今天在中國大陸的講二戰的，尤其抗日電影裡面，要拿中華民國的主旋律題材。無論他再怎麼說他是統戰，我都沒有辦法接受，因為這個題材本身就不太可能拍成統戰。當年管虎要上映的時候，遇到多少困難？本來2019年要上映，結果臨時撤檔，之後才知道裡面出現太多中華民國的國旗，他必須在後製把它虛化。管虎當年就在幫我們統戰大陸人吶，王定宇，你他媽是白痴嗎？管虎在幫中華民國統戰大陸老百姓，讓大陸人知道國軍當年打過的淞滬會戰有多慘烈。裡面所有的台詞都講到，裡面反覆講一件事情：70萬人都守不下來，憑什麼你400人守得下來？那各位，當時其實四行倉庫裡面只有400多人。對，當時國軍壓了70萬人在那地方。羅店知道嗎？大家都知道羅店叫什麼？絞肉機。對。血肉怎麼模仿？當時一马平川的羅店，日軍的坦克是一天可以幹掉我們一個師，一天可以消耗掉我們一個師的人數啊！這是不是中華民國主旋律電影？當然是啊！不因為它前面有龍標，不因為它前後加了一些共產黨要聽的東西，所以你就說它是統戰電影。管虎這部電影被撤檔過，它只能去加一些他們要聽的。所以我說，無論從客觀上、主觀上，我看不出來這部電影讓我們的台灣人看完之後，讓我們的阿兵哥看完之後，他會有那種就是我要捍衛中華人民共和國，會嗎？什麼叫統戰？兩種嘛，一種叫做真正的統戰，叫交朋友，對，我讓你對我有好感。第二種統戰是民進黨口中的統戰，就是我要統一你。好，這兩種在這部電影裡面都達不到這樣的效果。第一個，有哪一個阿兵哥看完這部電影之後說哇不得了？這個我好喜歡共產黨哦，好喜歡中國大陸能夠拍出這樣的電影哦，我好喜歡，或者說我打成這個樣子，我要跟這個上海共存亡，會嗎？現在有哪一個台灣的國軍會有這種思維？沒有嘛。所以共產黨要能夠統戰，達不成他的目的。民進黨把統戰視為就是要統一你的戰爭嘛？有嗎？有哪一個國軍看完這部電影說我要投降，我要向解放軍投降？我決定了，我不想捍衛我們中華民國，我不想捍衛我們台灣，我要去捍衛4行倉庫，有嗎？我要跟陳樹生一樣綁了炸彈往下跳，有嗎？沒有啊。所以我看不懂，這到底統戰在哪裡？謝晉元早上升旗的那一段，裡面是中華民國，中華民國國旗出現在大陸的影視劇裡面不奇怪，他們有很多的電視劇裡面。要凸顯那個年代，所以其實都有中華民國國旗，所以不是看到中華民國國旗我們就覺得有什麼了不起的。對，但各位，出現中華民國國歌在近20年的大陸影視劇的作品裡面，我第一次聽到。因為大陸的影視我也看了很多，不管是手撕鬼子啦那種所謂的這個什麼抗日神劇也好，或者是他們真的拍的還不錯的一些二戰電影或者是抗美援朝的電影，這是我不敢說我看過很多或全部。但是至少我從來沒聽過中華民國國歌的旋律出現在大陸的影視劇裡面，沒有。管虎做到了，而且他還故意把幾個音符拿掉，讓他過審，不要那麼的直白。當那個畫面是謝晉元在那屋頂要升中華民國國旗，然後配樂旋律是中華民國國歌的時候，我身為中華民國派，我覺得很感動。
我在北京看這部電影，我看到哭，因為我會我旁邊的問我說啊，是為什麼這段要哭？我說因為現在正在吹奏的就是中華民國國歌啊，所以我才說了，這部電影對於中華民國元素的濃度，比你王定宇身為中華民國的立法委員還要高。因為王定宇你一輩子追求的就是那個若有似無的台獨。王定宇，你以前追求的台獨，跟你現在追求的台獨不一樣。在面對現實之下，王定宇說支持中華民國就是支持台獨，你他媽騙誰啊？你連你自己的以前要的那個台獨，你都做不到。大陸現在因為自信了嘛，然後再加上其實時間也越来越遠去了，當時打過2戰的老人們、老兵們，一個個都凋謝了，這個每一年在這個對日抗戰勝利紀念日上，就是93閱兵，93年，但93不見閱兵就是了。对日抗戰勝利紀念日上出席的老兵是1年少過1年。我們現在總統說那叫中戰，多可惡，那叫中戰，就非常可悲啊，對不對？對自己的職務、對自己的職銜，那你有種就不要宣誓，你不要就職。好，但是回過頭來，我覺得這也是大陸現在能夠做的另外一面向的貢獻，就是把這一段歷史更大程度的摒除一些政治的因素干擾，然後更忠實的去還原。這個還原的過程當中，其實民進黨就4個字：抱頭鼠竄。有網友幫我做的啊，以後800不難看，那我們看8000可不可以？為什麼？我昨天就說了，你知道以後我建議啦，現在如果我們國軍的弟兄們有比較熱血的營長，1989年台視有一檔節目叫做《8000里路雲和月》，簡稱什麼？老一輩的簡稱就叫8000，800不能播，我們來播8000總可以播了吧？8000就是林峰主持的《8000里路雲和月》，有 gas 的營長我們就來播啊！現在搞不好連大陸巡旗都不能播，哎，有可能。巴达木，蒙古語也稱之為納雅爾，以漢語來說，便是歡聚一堂英雄的遊戲。就算要播國內的影片，你也要有版權吶，版權也有問題。裡面有中国對台灣心理戰的成分在裡面。我會要求全軍，我們會來加強整個在各個層面上面，然後包括相關的這些精神教育，我們要做好，包括我們宣導相關的法治，還有管教適當。首先敢問王定宇，請問裡面哪一段是所謂中國的統戰？講實體的嘛，講內容嘛。第二，現場的國防部的官員，尤其是軍人，丟死人了，一點脊梁都沒有啊！請問8軍團的旗子，請問這是什麼？這是統戰嗎？為什麼把中國放在裡面呢？為什麼插青天白日旗？請問這是統戰嗎？這是什麼？中華民國陸軍第8軍團指揮部。請問6軍團的盾徽為什麼又是中國的地圖再加上青天白日旗？我告訴你啊，各位，因為裡面有對日本不利的內容，不能有抗日情節啊！為什麼？破壞團結的話不能說啊！王定宇啊，祖先為什麼來到台灣啊？看不起你這種人啊！800為什麼會紅？因為貼近史實。當然，它一定會有一些改編，就像太平年，它得讓它生動更活潑；就像鐵達尼號，它沒改編出傑克跟羅斯的故事，死了這麼多人的鐵達尼號號稱永不沉的郵輪，你會想去看嗎？800裡面有大量的中華民國元素，沒有一張5星旗，為什麼？因為800所發生的當時還沒有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1937年，1949年10月還非常遙遠。1937年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不管是國軍、共軍還是軍閥，所有人共用一面青天白日旗，共用一曲中華民國國歌，共戴一頂青天白日軍徽。所以我跟大家講啊，你民進黨可悲的地方是，人家抬頭挺胸的承認了這段歷史，承認了中華民國浴血抗戰的歷史。你民進黨裡面到底有哪一部分叫做所謂中國統戰內容在裡面？所以我講一個實在，今天這就是最可悲的地方。民進黨這群人才是真正的目無法紀、無法無天吶！四行倉庫在蘇州河畔啊，為什麼在蘇州河畔？因為長江水量大、淤沙多、流速快、淺灘多，所以不適合貨品上船。所以呢，就在蘇州河畔有大量的銀行倉庫。四行倉庫本名為什麼叫四行倉庫？4間銀行的聯合倉庫。當時哪4間呢？由大陸銀行和北四行
金城銀行、中南銀行、大陸銀行跟鹽業銀行的聯合倉庫啊。所以這個除了大陸銀行本身之外，那另外它是跟另外4個行在共用，所以叫4行倉庫，就這麼簡單。因為它的結構特別的硬，然後它使用到戰後，它這個是原始的古蹟哦。為了要重現這個，它還特別把後來這個倉庫一直用到很近代，它把牆面那些附的包漿給卸掉，讓原本的彈痕啊重新重見天日，讓大家緬懷這個歷史，不要被忘卻。所以這個東西我去過嘛，我們也直播了嘛，那是何等的感動的地方啊！4行倉庫保衛戰發生在什麼時候？發生在對日抗戰的淞滬會戰。淞滬會戰又稱813戰役。1937年8月13號，當時日本呢在盧溝橋事變，也就是7·7事變之後，雙方在上海發生的衝突。以8月9號虹橋機場事件，當時有2名日軍士兵被射殺。你說，哪來那麼多日軍在中國啊？因為在8國聯軍之後，列強可以駐軍中國，所以到處你都會看到這些部隊，所以他們借着這個方式來挑起這個戰役。那這個戰役主要目標什麼？是佔領整個上海。當然，除了公共租界跟法租界，公共租界是由法租界之外的，主要也是以英租界為主合併起來的租界稱為公共租界，法租界只由法國人來經營哦。上海當時是有租界，因為租界視同本國領土，所以日本人當時還不太敢得罪二戰全面爆發之前的列強，尤其是英國跟法國，被認為是相對是強大的國家的存在。所以呢，這個當時呢爆發，那日本想要3月亡華，要快速的攻下整個上海。那因為这個你可以看這個地圖啊，吳淞江就是蘇州河啊，我們剛才講了，4行倉庫在這邊，4行倉庫的對面就是公共租界，就是英國人為主的這個公共租界啊。所以尤其是公共租界有大量的外籍媒體跟外國人的存在，所以呢很多的這樣的一個事件呢，如果當時因為日本人不敢進公共租界，不敢進法租界，所以這一塊就變得很尷尬。因為這個4行倉庫它的建築又非常的強固畢竟作為一個這個倉庫來儲存就是客戶的各種貴重物品嘛，那因此呢就變成這個4行倉庫的這個保衛戰就因此而爆發了。這事情的背後的理路就是這樣來的。當時呢，由謝晉元國軍第88師262旅第524團第1營謝晉元團長所領導的其實不是總共沒有到800個人事實上呢就是400多個人。那這號稱800個是為了要嚇唬日軍謝晉元團長這個800壯士歌，我相信很多人都聽過嘛。這個以前我們還唱過了，它其實是深深烙印在當時一代人的心目中啦。這一場戰爭是非常慘烈的因為從10月26號開始，留守倉庫的中國士兵就跟日軍展開了4天的拉鋸戰詳細的過程我們在這個4行倉庫的那個直播當中都已經講過了總之呢，當中最激勵人心的一幕是什麼？10月28號，小女童軍楊惠敏女士帶着一面中華民國國旗到了倉庫裡面去送國旗最後呢，國旗呢升起了一面中華民國國旗為外媒所拍攝到。這張照片今天依然放在了4行倉庫紀念館裡面，這就是青天白日旗不管怎麼樣，這一段歷史是牢刻在整個抗日軍民的心中。1937年抗戰才剛剛開打，各位。從大陸的算法呢，現在會從這個1931年開始算嘛所以就是叫做14年抗戰嘛那從國民黨算法是1937開始算全面抗戰爆發那我認為是就是部分爆發跟全面爆發的差異了所以這個歷史事實請問懂歷史事實就是統戰嗎？那代表什麼？民進黨非常的自卑我一直認為民進黨的自卑是造就今天台灣的悲劇的關鍵，因為面對歷史你就坦白面對事實，面對現實，面對有這麼困難嗎？南京大屠殺受難同胞紀念館裡面那些受難者，難道要繼續忽略跟忽視嗎？